2025年年末，我翻出了10多年前的老游戏《看门狗》，我当时是实打实通关了的，现在重新捡起来玩，再从头回顾整个剧情，跟当年的感受真的天差地别。2014年，《看门狗》横空出世，核心设定就是手机黑客入侵，那会儿真的靠科技给的超能力圈粉无数，很多玩家都被这种黑客能操控整个城市的感觉拿捏了。但现在回头来看，作为2014年的作品，它完全贴合了当时手机快速发展，正如迈入智能时代的趋势。自带明显的时代局限性，并那会儿是能想到 AI 会发展成现在这样，也想不到手机真的能变得这么智能。现在我们用手机坐地铁、开车门、控制家用电器都稀松平常，在游戏里那种手机万能的程度还是比现实超前太多。而且像游戏里那样骇入别人手机、窃取所有的隐私、开麦克风监听，比现在的科技走得远多了。这个游戏就是那种力度现实、过度畅想的科幻感，放在当年觉得超酷，现在看起来却还有时代印记。最明显的变化还是剧情感受，毕竟这款游戏已经10多年了，很多细节我记不清了，但当年有个点让我哭惨了，那就是主角艾登·皮尔斯后来认识的女黑客克拉拉，两人从开始相知，甚至都快到相恋的程度，最后克拉拉却被人杀了。那会儿真的难受到不行，可这次重玩这段剧情，居然没有那么戳我了。现在应该是这些年自己人生经历了很多，看待角色和剧情的角度不太一样了。那么今天我就从头捋捋剧情，顺便聊聊我发现的新的亮点和问题，还有当年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。最开始艾登跟他的师傅戴米安一起执行一个黑客入侵的任务，结果入侵被别人发现了。他们俩在配合的时候，艾登必须实时用手机操作，大多数情况下都得亲临现场。虽然后续我们能体验到黑客入侵能够靠摄像头远程入侵，但我认为游戏中的第一次任务，艾登皮尔斯和自己的师傅显然有些大意了。结果艾登一到现场就暴露了，最后只能仓皇的逃窜。就是这次任务失败埋下了巨大隐患。后来艾登带着侄女丽娜开车出门，出了车祸，丽娜受伤不幸身亡。这件事情对于艾登打击很大，他消沉了1年多的时间，之后就一门心思想要找出害死侄女的凶手，为丽娜报仇。报仇的过程挺顺利的，他很快找到了直接凶手，在此过程中还拉上了华裔搭档约尔迪琴。 Where the hell you been? What? He's talking to me. I leave you for 2 minutes. 约尔迪琴这个角色在游戏中的职业是收尾人，顾名思义就是替别人做一些收尾工作，当然也包括杀人。2个人一起把凶手抓了。这次重玩我才发现，琴这个角色的设计非常像蝙蝠侠系列中的小丑。这个角色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狠辣又疯癫，特别热衷于犯罪，还有自己一套扭曲的价值观和道德观，跟现实里的3个标准是完全不同的。一看就是制作组照着小丑这种反套路拿捏人心的感觉设计的，非常有特色的亦正亦邪的人物。但抓到凶手也没有用，其从游戏开始一直到最后审问这个凶手也没有审出什么关键线索来，哪怕最后玩家端掉了最后的幕后黑手，这个凶手依然是什么都不知道的。很显然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执行者，也是个杀手，根本就不知道背后的阴谋，相当于这个抓捕工作就是白忙活一场。这个设定还挺有意思的，一开始呢玩家以为抓到了关键人物，结果最后什么关键线索都没有从他身上得到。之后艾登为了还秦的人情，帮他做了几个任务，其中有个任务特别膈应，秦让他去接应一个人，把人送到指定地点，结果把人送到了一个墨西哥社团大佬的面前，在那之后这个人就被直接处死了。 Get a chance to talk to your mama? Call your friends? Your girl? No, sir. I was in a hurry. That's good. Very good. Mr. Quinn! Oh! 领了。艾登后来就跟秦说，以后别给我整这种破任务。可后来艾登依然要寻求秦的帮忙，比如说要借一些粘土炸弹。这时候秦又整活了，借给他炸弹，结果是顺便让他处理车里的尸体，用炸弹帮忙把尸体毁尸灭迹。在玩家的角度看来，这实际上是炸弹的一个新手教学。可是这种新手教学跟剧情绑定的设计，当年玩着还没什么感觉，但现在感觉这种设计还挺暗黑，挺有想法的。在自己调查侄女死因的过程中，艾登不得不跟之前合作的线上网友，网名叫做 Bad Boy 的人见面。这个人一直帮他做后端支持，比如说远程指导入侵、提供情报，相当于艾登的幕后黑客助手。
后来见面才知道，这个网络昵称叫坏男孩的人就是克拉拉，她是一个刚成年的小姑娘，全程在幕后帮她搞一个操作，是一个科技大佬。在调查中，他们发现2件关键的事情，都跟整个城市的核心网络 CTOS 有关。第一点是 CTOS 本来是为了方便市民生活设计的，但一旦骇入进去，就能获取街上每个人的所有信息、收入、喜好、过往经历，甚至是短信留存记录，相当于把一个人扒得底朝天，完全透明。第二点是 CTOS 不仅是存储信息，它还会默认窃听，相当于在整个城市中都装了隐形录音设备，能够偷听到各种秘密。顺着 CTOS 这条线查下去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关键人物伊拉克，本地社团中的一个小头目。这个人的手里有一个手提箱，里面是各种从 CTOS 里面窃听来的黑料，有政要丑闻、经济黑幕、明星的隐私等等，全是一些能拿捏人的致命把柄。而剧情的第一大转折就在这里。艾登他们本来想调查侄女的死因，后来又查到这件事情跟当年入侵任务被破坏有关联，结果查到最后发现，这个看起来又暴力又没脑子的伊拉克，居然就是当年破坏他们黑客入侵的黑客之一。谁能想到这个看着像莽夫的人，居然藏着一手高科技黑客的技能？当年在玩的时候完全没有猜到。第二个转折点就是关于艾登的师傅戴米安。自从丽娜出事之后，艾登就和妹妹妮奇一家渐行渐远。妮奇早已经离婚了，带着自己的儿子杰克一块生活。后来在杰克生日的时候，艾登才敢去见他们一面。结果就在杰克生日这天，妮奇接到了骚扰电话，还被人威胁。艾登作为黑客肯定不能忍，顺着线索很快查到了打电话的人，当场把人拦截下来，就发现这个人只是被指使的小喽啰。接着调查才发现，背后指使的人居然就是戴米安。后面戴米安甚至要劫持杰克和尼奇，目的就是为了要挟艾登帮他获取 CTOS 那里窃听来的机要信息。这次重玩我才真正看清戴米安的真面目，他是一个自负又偏执、完全没有正义可言的人，而且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、特别邪门的角色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艾登这一路遇到的人好像都是灰色地带的人。师傅戴米安是神经质的利己主义者，搭档秦是一个疯癫的罪犯，就连后来遇到的克拉拉也在黑暗中挣扎。妹妹一家纯属被牵连，明明艾登一直想保护他们，却还是因为自己的事情让他们陷入危险。不得不说，艾登这倒霉的运气跟他接触的这些人真的分不开，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。回顾剧情到中间会发现有些地方特别拖沓，比如说为了拿到伊拉克手提箱里 CTOS 的信息，艾登得一点一点骇入，中间还绕了很多弯路。比如伊拉克打了他的表弟臭虫，艾登从监控里发现这件事情，觉得可以拉拢臭虫，于是就一直帮臭虫解围，想通过他拿到 CTOS 的信息。类似这种绕远路的剧情还是不少的，反复玩下来就觉得剧情稍微有些啰嗦。另外戴米安和艾登的矛盾也越来越白热化，因为艾登不想跟戴米安同流合污，戴米安就开始报复，把艾登的信息一点点公之于众。当时艾登因为经常用黑客技术行侠仗义，被人称为司法制裁者。身份曝光后，他直接变成了众矢之的，走到哪基本都有人要抓他，全程被戴米安推着往深渊里走。为了摆脱戴米安，也为了查清当年的真相，艾登他们决定侵入 CTOS 的核心，因为他们查到当年他们的入侵任务被破坏，丽娜被害死，全是因为 CTOS 里面存在着一段秘密的录像。有人不想让别人看到这段录像，所以在他们执行任务时有黑客入侵，第二次更是企图制造车祸灭口。而这段录像的内容说起来特别离谱，是现任市长在争执过程中失手把一个女属下推倒，意外害死了她。这段画面正好被 CTOS 的监控拍了下来，上传到了网络里面，还没被删除。更巧的是，伊拉克手提箱里的黑料也有这段录像的备份。按说掌握 CTOS 的人应该能够随便删掉这段录像，结果愣是留着，还成了整个剧情的核心线索。更离谱的是戴米安，他后来居然想把这段录像以及 CTOS 里的其他机密拿去跟官方交易，换取自己身份地位的提升。这段剧情的设计有些别扭，逻辑上稍微有点不通顺。好在后来艾能找到了 CTOS 的初始设计者丁谷，丁谷就是当年 CTOS 的研发公司原始合伙人，后来被公司剔除出来。他对 CTOS 了如指掌，同时也对后续公司的所作所为耿耿于怀，伺机报复。艾登和丁谷合作之后如鱼得水，甚至很快把杰克和尼奇救了出来。没有了家人的顾虑，艾登也就不再怕戴米安的威胁了。戴米安见威胁没用，彻底破罐子破摔，直接把艾登的所有个人信息公开了，还到处散布艾登的罪行。艾登皮尔斯彻底陷入绝境。这时候又出了一个意外，艾登、丁谷和克拉拉原本找了一个 CTOS 初见时的核心基地当做据点，这里不会被轻易骇入，毕竟黑客入侵的时候也怕被别人干扰。可没想到克拉拉居然把他们的信息卖给了别人。好在克拉拉还稍微有点良知，卖完信息之后又担心丁谷和艾登的安全，一直很愧疚。但艾登当时已经恼羞成怒了，因为信息被泄露，很快杀手就找上门来，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个安全据点，开始逃亡。之后克拉拉消失了一段时间，等待出现的时候，他已经想改邪归正了。
大概是认识到了艾登的不容易，看到艾登为了救妹妹和侄子拼尽全力，意识到自己之前卖信息的做法非常不正确，非常不讲义气。他约艾登在丽娜的墓前见面，想跟他道歉，解释一切。就在见面的时候发生了枪战，克拉拉不幸身亡。这就是当年让我哭惨的剧情，现在回头看却没那么难过了。不是剧情不虐心，而是我对克拉拉的看法改变了。当年觉得她跟艾登是相互救赎，甚至以为他俩会走到一起成为伴侣，所以他死的时候我才那么伤心。I could use some help. I could use your help. Like a team. Sure, like a team. You're not used to being a team. No, I'm not. Was that so hard? No. Let's go then. Sure. 但这次重玩时才发现，克拉拉虽然有良知，但她确实背叛了搭档，把艾登和丁古的真实信息泄露出去。这不仅是职业造成的问题，还是做人的一些严重问题，哪怕他后来反悔了，也改变不了背叛的事实。所以现在再回看这个角色，真的爱不起来，那就导致他的死亡也就没有那么戳我了。克拉拉死后，艾登就和丁古专心合作，一边追查 CTOS 的秘密，一边找戴米安和伊拉克算账。很快就找到录像背后的真相，也就是新任市长和墨西哥社团老大幸运奎恩的权钱交易。为了揭露真相，他们入侵了市政厅，这里守卫森严，全是严密监管。艾登潜入的时候呢，不小心被众人挟持了，最后还是靠着自己的灵活身手，用警棍挣脱制服了几个守卫。后续找到了社团大佬奎恩，找到他的时候呢，那个人躲在了防弹密室里面，特别嚣张的嘲讽艾登，说他根本进不来，没有办法奈何自己。结果艾登发现这个社团老大他装了心脏起搏器，而心脏起搏器是连入网络的，能被艾登操控。就在奎恩很嚣张，觉得自己防弹无敌的时候，艾登直接操纵心脏起搏器让他停止工作了。最后这个视人命如草芥、坏事做尽的大佬，在临死之前也不过是个可怜挣扎的老头罢了。最后因为心脏停搏死掉了，也算是死有余辜。解决了社团大佬，就到了艾登和戴米安的终极对决。戴米安一直藏在了一个隐秘的地方，他的能力特别恶心，因为他掌握了 CTOS 的核心系统，能够干扰艾登的操作，让艾登的搜寻频频出错，相当于直接断了艾登黑客超能力的根基。要知道看门狗一最核心最爽快的玩法就是艾登能操控 CTOS， 比如说让整个城市瞬间停电，一停电所有的敌人瞬间陷入黑暗，艾登就能趁机隐藏身份，灵活的走位逃脱或者是反杀，视觉效果和爽感拉满。当然觉得这个黑客能力简直就是超能力。不过好在丁古留了后手，作为 CTOS 的初始设计者，他在系统中留了后门，最后靠着这个后门，艾登成功找到了戴米安。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，秦居然也来捣乱了。他接到了一个高额赏金任务，不管是艾登还是戴米安，他都想搞一手。毕竟对他来说，犯罪就是享受，没有什么义气可言。最后还是靠着艾登的出色身手、精密操作，在电光火石之间解决了戴米安，同时把秦推了下去。Phone 2. Give it to me. Come on, hand it over. I don't know what Damien wanted in those final moments. Death, I suppose. I thought I could fix the little girl's death, but instead it led to all of this. Exposed lies, corrupted kings, a broken city. And me, changed man. 剧情的最后，市长杀害女人的录像，还有他跟墨西哥社团老大奎恩的权钱交易都被电视台曝光了，玩家看到了一个善恶有报的结局。聊完剧情再说说游戏的玩法，当然觉得很惊艳。现在看来有亮点也有槽点，亮点很明显就是骇入的爽感，能够获取所有人的隐私，小到姓名、收入，大到婚外情、破告人的癖好，全都给你扒得明明白白。战斗的时候也特别灵活，不用非得硬刚，潜入暗杀、拿枪射击、骇入系统引开敌人都行。
玩家可以兵不血刃就能完成任务。这种多路线的玩法，后来的赛博朋克2077也有类似的设定。不得不说，看门狗1当年是开了一个好头，但槽点也很突出。从游戏设计角度来看，有些地方特别尴尬，比如骇入获取情报的时候，要么是看别人过去留下的短信，要么就是恰好发现敌人正在密谋，而且说的特别大声，这个时间点正好被艾登窃听到。这种设定就跟影视剧里面阿培密谋必然被主角听见一样的套路，当年玩的没感觉，现在看的时候感觉很刻意，算是底层设计上的一点小问题。还有剧情的节奏有些拖沓，之前聊过的，为了拉拢臭虫要做一系列的保护任务，为了找到丁谷要潜入公司冒充别人，丁谷的身份暴露之后又要打场恶战。虽然在玩法上面有变化，比如潜入、汽车追逐、枪战，地图也不一样，玩家体验感有区别。但从剧情设计层面来看，就是找一个人帮他做事，再触发任务的一个循环，重复感略强。越往后觉得这部分剧情有些啰嗦。不过客观来说，看门狗1的剧情还是很扎实的。当然，我们在玩游戏时不能完全把剧情玩法剥离掉，因为游戏的核心就是黑客操作，很多剧情任务实际上是跟玩法结合度很高的。比如说之前聊过的用炸弹毁尸灭迹的新手教学，操纵红绿灯拦停敌人，利用监视器入侵别人的手机，获得一些核心的操控机制，也是靠剧情来承载玩法的。所以在玩法的价值下面，剧情还是比较吸引人的。而且对比看门狗2，我还是觉得第一部的剧情更有深度。第二部我玩了一下，我感觉风格跟第一部差太远，没有那种复仇加黑暗正义的厚重感。第一部的艾登·皮尔斯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角色，典型的蝙蝠侠是独行侠的英雄，善良有底线，他用自己的方式打击犯罪，哪怕不用法律手段，也绝不会伤害无辜。他一直想保护妹妹一家，不想让自己的事牵连到家人，做了好事也不张扬，深藏功与名。这种黑暗中的正义真的很戳人。所以哪怕现在回头看，剧情有槽点，玩法有时代局限性，但艾登·皮尔斯这个角色是依然立得住的，还是让人能感受到他的魅力。另外，当年看门狗1代的画面放到现在也有让人回味的地方，比如艾登·皮尔斯在雨中漫步的场景，当年就圈了不少粉，现在还有人做成视频翻出来回顾，那种在巨大城市钢铁丛林漫步的孤独感拍得特别到位。总的来说，看门狗1作为2014年的作品绝对是成功的，它精准抓到了当时智能时代的趋势，用手机黑客这个新颖设定给玩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。剧情上面的复仇线、角色的塑造都很有记忆点，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时代局限性，剧情节奏和玩法设计上有些槽点，但依然不影响它成为经典。尤其对于我来说，这次重玩不仅是回顾一款游戏，更是回顾自己的青春。当年为了克拉拉死亡而哭泣，为了艾登的复仇揪心，为了操纵城市的爽感着迷，现在再玩能看到当年没有注意到的剧情细节，能够理解角色的复杂性，也能坦然接受它的不完美。这种感受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成长的收获吧。好了，关于看门狗1的重玩回顾就说到这儿。如果你玩过这款老游戏，或者对它感兴趣，非常迷恋狗哥这个传奇人物，欢迎你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感受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我是唐秋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